那填单完之后呢，就这样结束了吗？因为产品已经做完了，没有，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单据，我们的工单从被开立之后，然后到派工到整个生产结束完成，那这个数据呢，我们还要再回复到 ERP 的系统里面去。但是我们总不可能叫产线人员、我们的作业人员直接自己去用电脑吧？那一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使用我们的 MPR 系统的话呢，不仅可以节省产线人员在处理生产日报表的时间，还可以去提升我们生管助理的职能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成，欢迎来到工厂悠悠班。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呢？上一次我这边讲到了采购跟外包，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讲厂内的生产流程啦。那生产流程它一定有一些管理方面要做，那是由哪个职位的人来做呢？就是由生管这个职位的人来做。那生管其实是一个简称啊，我们都会把它用比较简短的用语去形容。那其实它原意呢是指那个生产管理人员。那生产管理人员呢，当然他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他们是一定也是一个团队来负责这样子的工作。那平常他们是负责做什么样的内容呢？负责从业务这边接到订单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把这些产品的生产项目就把它去做展开，那会去计算说它需要用到哪些料件。那如果不足的项目呢，就会由采购人员去发采购单出去。那再来，如果是厂内自己需要生产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在我们的系统里面通常一般有一点规模的工厂里面，应该都会有 ERP 的系统，那就会在 ERP 的系统里面呢去开立制造命令单。那这个制造命令单呢，在我们的简称里面也很常叫做制令或者是制定工单。那接下来呢，我这边就会来介绍一下，从制定工单开单完之后，往下还有哪些工作流程哦。生管他会去做开立制定工单的动作，那再往下呢，会再把这些单据汇整起来给产线的主管。那产线主管收到这些汇整完的工单，其实就是已经由生管这边排程好说我有哪些的产品需要进行生产，那这些单据呢就会给产线主管。那产线主管呢会依照实际生产线的机台产能状况，或者是人力调派的状况呢，去进行排程，说他要什么时候去生产什么样子的工单。好，那基本上会分这三个阶层。那这三个阶层呢，我这边再统整一下，他们各自有哪些的职能。好，从生管下来到产线主管这边呢，它其实就是已经做好一个排程的动作。好，那排程再往下到产线主管，产线主管呢拿到单据之后给产线人员呢，这边就会叫一个叫做派工的工作，一样都是那张单据，但是给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名词去形容这件事情。好，那最后产线人员他根据工单去生产一个产品，或是去完成一道制程之后呢，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做填单的动作，就是一般我们常讲的那个生产日报表。那填单完之后呢，就这样结束了吗？因为产品已经做完了，没有，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单据，我们的工单从被开立之后，然后到派工到整个生产结束完成，那这个数据呢，我们还要再回复到 ERP 的系统里面去。但是我们总不可能叫产线人员、我们的作业人员直接自己去用电脑吧？那一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还会有一个角色，那个叫做谁呢？其实这个职能呢，在工厂里面很常被忽略，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你的工作又会很难进行。那这个人呢，就是所谓的生管助理，他看起来呢像是一个比较不会常常被人家注意到的螺丝钉，但是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数据呢都要透过它再把纸本的表单的数据回馈到系统里面去，所以呢，它是担任一个数据转换的工作。那生管助理呢，在做把产线人员所回馈的生产日报表输入到 ERP 这个动作，其实在有些 ERP 里面呢，就会叫做报工单的单据。那这个报工单的单据呢，是拿来做什么的呢？生管助理他这边去输入 ERP 的单据呢，这边的时候已经不是制定工单了它其实呢是一张叫做移转单，或者是我们会叫做报工单的单据。那报工单跟制定单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他们其实呢就是一个是立案，把这个案子开起来，然后报工单这件事情呢，就是去把这个 case 做结案。
所以一个是立案跟结案的因果关系。所以制令单呢是需求，那报工单呢是结果。有需求，然后有结果，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去变成是一个完整的制造流程哦。那这样子的数据呢都会被记录在 ERP 的这个样子的资讯系统里面来。所以我们整个在工厂生产过程的资讯流呢，就会这样子去轮转。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部门下一集呢，我们会再讲到有关于仓管它更详细的内容。仓管它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职位因为它要面临到是更多的 ERP 相关的单据，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好，那我们只能透过很传统的方式，产线人员填完单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生管助理去输入单据到 ERP 系统里面来吗？其实并不然因为在我们易瑞这边呢，我们有开发一套 MPR 系统，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给产线人员去使用的系统，那它可以快速的协助我们的作业人员呢，把它的生产资讯回馈到这个系统里面来，透过简单的触控和扫码的方式，它就可以完成这样子单据的回报。然后也可以节省下来生管助理他在输入单据的时间。那生管助理他的角色呢，就可以提升为资料的检核者。那也可以去端看我们资料的正确性，以及做后续的资料分析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如果有使用我们的 MPR 系统的话呢，不仅可以节省产线人员在处理生产日报表的时间，还可以去提升我们生管助理的职能哦。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再往前，因为其实产线人员这一块的填单以及生管助理的 key 单，其实这一块比较好理解。那一般也是我们在工厂里面最先导入的部分。那假设你的工厂其实已经有相对的资讯水平了，那你想要再往前一步去推进，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系统呢，可以减少我们生管以及产线主管他们在做排程以及派工的 loading 呢？答案是有的那这个东西呢，它的系统叫做 APS 系统，它是一个叫做先进排程系统的软体。那它的职责是什么呢？它就是从 ERP 这边开完订单之后，然后开始要展工单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去针对目前现在的库存料况以及在制的生产情形呢，以及我们的机台的使用情况去做一个配置，然后提供一个建议的排程顺序。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使用那么多的人工去进行这个排程的动作。所以其实当我们底层的系统一路慢慢的建制起来，资料收集的速度是很快的，资料更新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那我们就有机会去建立这样一套叫做先进排程的系统那还可以大大的去降低生管的 loading。如果对于以上这3套系统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跟我们联系请扫描我们的官方 LINE， 加入之后呢，说出你最想要了解的系统是什么，那我们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而且也可以解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工单排程的 know how 其实都掌握在一个生管身上。那有可能这个生管的主管他今天如果没有来，有可能会造成一间工厂它一整天的生产排程是乱七八糟的，没有办法顺利的运行这个在中小企业的工厂里面呢，很常遇到。那为什么要使用软体去取代人员的介入呢？因为我们都希望有一天，当这个生管他想要请这个长假的时候呢，我们公司都可以顺利的去运转吧。那再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再培养更多的人员去胜任生管的角色。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达到说，我这个职能呢，不会因为只有谁才做得到，而全公司都仰赖他一个人，过度的把工作负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其实以一般业主来讲，也是希望去分散风险。那站在这样子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去建立适当的系统，然后去分散我们所有同仁的负载，分散他们的 loading，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投资。好，那 APS 跟 MPR 之间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没错，我们就是要来讲到这一整个连串的作业行为。我刚刚有提到 APS 它会去从 ERP 这边的制定工单以及产线的在制情况去运算，提供建议的生产排程。那 APS 跟 MPR 这边它的关联呢，就可以是有没有可能对我的产线人员来讲，他们已经可以不用再自己拿着那个扫码枪去扫工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 APS 这边把工单生产顺序排程好之后呢，它就可以传给 MPR 的系统。
那这时候对产线人员来讲，他只要告诉我的 NPR 系统说我在哪个机台要生产，那这时候就会把那个机台可生产的制定工单全部显示出来。那人员只要做触控点选的方式就可以去进行他的工单生产的作业这个是一个更进阶的生产模式。那这3套系统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完美的给串接起来就可以减少更多的文书作业那我们呢，确实也有一个客户在我们彰滨工业区，我们确实已经做到了把 APS 导入进去，然后跟它的 ERP 做串接，然后同时呢，也跟我们的 NPI 系统做串接。那这样子连贯起来呢，就是会构造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智慧制造的系统。那今天呢，就把这个生管以及产线主管、产线人员他们各自要做什么工作，以及我们生管助理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细节，以及未来当我们的整个资讯流串接的很完整之后，还可以往什么样子的系统去进行发展这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后续呢，我们下一集也会去针对仓管的部分，会去聊到我们的 WMS 系统，再请大家期待一下哦。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再请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跟我提问。那我们看到留言之后，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快回答哦。就这样啦，拜拜。